我37了还没结婚，真的不是你们说的那些什么要求高、彩礼高，而是没有合得来的，知道吧？你们都多大了呀？属什么的？可以打在评论区啊！我是真的挺想结婚的。现在的年轻人真的是很有勇气。我今天晚上吃完饭在电梯下来的时候，一个男生要微信，我点开他朋友圈一看，才毕业个2年左右，一个大学生，也就是说才24、25吧。然后说我是他喜欢的类型，我告诉他我说我已经快40了，孩子吓得不知道怎么样，他都看着比较年轻。厉害了，这些小孩现在太有勇气了。我看见帅哥的时候，我可没这么大的勇气。很奇怪呀，我说我33岁老阿姨了，老了，一堆人来安慰我说你33岁不老，你还年轻，还有机会，还能结婚。但是我看到有女生发33岁，她还年轻，还是小宝贝，还能谈姐弟恋的时候，很多人就骂她，说她停水停电，为什么啊？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看大陆节目，我是美玲。在中国一些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，流行着高额彩礼的不良婚俗。这不仅加重了小两口的经济负担，也可能影响双方的感情。部分男性面对动辄数十万的彩礼的要求时呢，感到压力巨大，甚至因此打退堂鼓，导致婚事告吹。不要去相信市场，兄弟们，没有一个女人是想脱单的，全部都是想脱贫的。只有离婚带娃的，想找一个接盘侠，还有那些想结婚化债的大龄剩女，剩下的全部都是来抄家致富的。有个女生说啊，她开玩笑的跟男朋友说彩礼要30万，她男朋友直接就放弃结婚的念头了，现在也不联系她了，她该怎么办？就前2天在评论区看到有人这么问，其实怎么说呢？你说3万、300万，哪怕说3000万，其实都好像是在开玩笑，对吧？但唯独这30万，它不像是开玩笑，无非就是你想试探你男朋友的态度，对吧？那30万如果他答应了，我敢肯定，你绝对不会说是开玩笑的，你甚至会因为他答应的太痛快了，而在心里想，我是不是要少了？那等结婚的时候，大概率你要再谈一谈价格的。博主说，其实大家都不傻，女生在开口的时候呢，就已经做好了应对结果的准备了，但是男生的态度很明确，就是不接受。在这种情况之下，女生还有挽回的必要吗？有网友留言说，女方动不动叫高额彩礼的做法不太正常。男方要想拿出30万的彩礼，他就要从22岁开始存钱，最少存6到8年。而且呢，他的收入要5000块以上。大学刚毕业的男生有几个能挣到这么高的工资的？起码混个1-2年后才能够挣到。男生拼命存钱娶个老婆，风险还很大。如果哪天离婚了，男方前面那么多年努力不就打水漂了吗？所以男方都会慎重考虑，这是正常的。一些大龄剩女由于长期未能遇到理想的伴侣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他们可能会在婚姻选择上逐渐放宽标准，倾向于优先考虑经济稳定的男性。因此呢，有时婚姻不仅成为感情的归属地，也成为了改善个人财务状况的手段。家人们啊，现在北京有不少的小姑娘已经开始出现债务暴雷了。不过你别以为他们会寻死觅活的，他们应对的办法你们肯定想都想不到，那就是跑到相亲市场上面去找个老实人当接盘侠。那你可能会问，接盘侠有那么好找吗？其实啊，他们的相亲对象呢，都有一个明确的目标，就是希望相亲对象能够帮他们挂债，条件呢专门找家里面有房有车条件好的本地人。他们呢相亲呢会说不要彩礼，甚至可以接受离婚，又或者是什么离婚带娃都可以，但是呢会要求男方可以大气一些，把他们的债务问题解决一下。我91年的34岁，至今单身未婚。我想劝一下那些还没有结婚的单身姐妹们，不要被网络上那些鼓励女性不婚不育、独立自主的毒鸡汤骗了。女生就应该在20多岁的年纪去认真的挑选对象，然后在合适的年纪呢结婚生子，而不是在本该结婚生子的年纪去选择打拼事业。毕竟我们大多数人呢都是普通牛马，没有或者很少一部分人呢能在事业上取得成功。博主说，你辛辛苦苦打拼10年或者是20年，可能勉强能够凑一套房子的首付钱，能买一辆便宜的车。你回过头来再去看你的那些已婚的姐妹们，人家只要结个婚就什么都有了。
人家房子比你好，车子比你好，人家结完婚有父母公婆扶持，有老公疼爱，而你打拼了10几年，为了想找一个温馨的港湾，你30多岁的年纪，你在相亲市场上被所有的人都嫌弃，那你这些年辛苦打拼，到底图的是个什么呢？留学生在相亲市场还吃香吗？其实网上很多人都刷到过这样的信息啊，什么找老婆不要找留过学的，因为私生活比较乱。还有像什么海归30岁女硕士回国，因为谈过外国男友直接把男生吓跑的这种新闻啊，层出不穷。就难道说留学生在相亲领域没有市场吗？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，就是我们公司已经举办过很多期高端的相亲局，名校留学生就是在这种高端相亲局里边，其实是非常受欢迎的。博主说，我们大家都知道，在留学生中，大部分家境是很不错的，但凡能上名校的，他个人能力一定也是不错的。所以说，留学生是非常有市场的。至于网上流传的那些消息，大家不要太当真。结婚化债最近引发热议，据观测，今年下半年会有一大批债务暴雷的女生出现。这些人呢，大概率会疯狂的进入这个相亲市场找人来借债。去相亲的朋友们看到这里一定要小心一点，擦亮双眼。为什么结婚化债会在今年迎来爆发期？因为在过去的10年里，女性的消费野蛮增长，尤其是在资本的营销下，不断的刺激消费欲望，信用卡、透支、网贷等超前消费的工具普及，降低了透支门槛。再加上舔狗经济，这让很多女生都蒙蔽双眼，开始消费贵的衣服、包包、化妆品、整容，比比都是大开销。博主说，有的女生收入无法支撑消费习惯，债务雪球越滚越大，把自己征信搞得是乱七八糟的，于是他们就到相亲市场，想找一个为他们还债的接盘侠。大龄剩女的要求直接吓跑了男生。今天我想跟大家聊一聊一个相亲案例啊。有一位35岁的女生找我帮忙介绍对象的时候，提了几个要求，结果一说出来，原本有意向的男生都打了退堂鼓，直接吓跑了。现在呢，连介绍人都不太敢给他牵线了哈。他自己呢还挺困惑的，我的要求难道真的很高吗？我来先说一说他的具体要求，你们来评价一下高不高哈。彩礼呢要18万，男方月薪必须2万以上。婚后呢不能跟公婆一起住，婚后啊想把自己的父母接过来一起生活。博主说，女方还提出男方身高最好是1.78米、1.8米左右，婚后呢要上交工资卡，车房必须是全款，男方要在40岁以下，不能够接受年龄太大的。站在红娘的角度，博主说，他见过不少的相亲条件，但是这几条加在一起，确实是让不少男生望而却步。毕竟能够满足全款房车、月薪2万、身高1.8米条件的男生，在婚姻市场上选择空间本来就很大。大家觉得这个女生要求高吗？女生们有一个很扎心的一个事实啊，如果说你跟你的男朋友谈了很多年，准备要结婚了，那么你管他要个18万8、28万8的彩礼呢，男生大概率是不会同意的。但是如果他在相亲的时候碰到了一个很喜欢的女生，我觉得男生都会愿意，这个是非常真实的，无一例外。我觉得男生是想这么多年了，这么做呢完全多此一举，能省一些岂不会更好啊？多少是有一点小心思。但是女生她只是想要一个态度，这钱呢最终还会回归到自己的家庭的。毕竟哪个女生没有一个公主梦呢？只是不想让自己的爱情变得廉价罢了。只要他不给你彩礼，这种男人就一定不要嫁。所有宝宝们，只要他结婚的时候彩礼都不愿意给你，房子也不愿意写你名儿，我告诉你，他其实就是在心里在防备你。彩礼这个东西，不是说我们多物质，也不是说我们在卖女儿，它是一个试金石。你想，你结婚了，远离自己的家乡，远离自己的朋友，远离自己的家人，到异地孤独的一个人，然后到他们家族里边去生活。结果呢，你又给他生孩子，又给他做饭，又给他洗衣服，跟他生活一辈子。结果10万块钱彩礼他都不愿意给你，名字他都不愿意写你名儿，这明摆着根本就没把你当一家人。现在这个不少男生啊，就是一听说女方要几十万的彩礼，然后直接就选择放弃了。他们认为说，彩礼要的越多，婚姻其实反而越容易出现问题。因为比如说你的男方经济压力大呀，家庭地位呢可能还会更低。你想想看啊，买房买车对吧，3金首饰，然后婚礼的这个酒席、改口红包，还有各种各样的开销，你加起来哈，真的就像在还债啊，哪还想结婚嘛？博主说，更扎心的是，有些女生婚后发现男生基本上已经被榨干了，没有什么油水可捞了，稍不顺心就开始闹离婚。
他们手里握着彩礼钱，底气十足，但男方人财两空，鸡飞蛋打。大家觉得这种说法有没有道理呢？单身的兄弟们，你们可得上点心。我告诉你，我给你们透个底儿啊，我今年我感觉好多姑娘啊，她手头紧，她欠了钱了，她可能会周转不开。这一阵儿啊，全部都来扎堆来相亲来了。说白了，有些人可能是想找一个人帮着分担债务呢。你们说这到底咋回事啊？咋突然冒出来这么多？知道的透露一下，我给大家伙提个醒，你们一定要小心。这博主告诉男士们，在下面几种情况下，你不要给女方彩礼，最好分手赶快跑。要彩礼这件事看女方人品，如果是这样跟你要彩礼的，不要给，赶紧跑。第一，如果相处了很久，已经了解了你的实际情况，还提出彩礼金额远超出你的承受范围的，赶紧跑，说明他追求的不是爱情，不是婚姻，而是钱，为了钱跟你结婚的。第二，如果他在谈彩礼的时候狮子大开口，忽视你们家的经济条件，客气也不讲，一点情面不留，不会好商好量，说明他就是一个很自私，不照顾别人感受的人。结婚你也会很辛苦，也不会尊重你们的家庭，快跑。博主说，第三呢，你们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，如果发现女方撒谎，比如隐瞒了自身的经济状况、负债累累、情感经历等等，就说明她没有诚信，情节严重的就属于骗婚了。男生们不要觉得你们都见了家长，都走到了这一步了，分手了多可惜呀，硬着头皮跟他结婚。那么即使这样，即便结婚了，以后也不会幸福的，最好是赶快就分手，及时止损。说为什么很多感情都败给了彩礼问题？昨天你不是约我吃饭吗？我和你说我跟我朋友约好了，就是那个马上要和男朋友结婚，还叫咱俩去吃酒席的那个朋友。昨天你知道突然出了个什么事儿？啥事儿啊？他们俩因为彩礼谈崩了。啊，他俩不是谈的挺好吗？怎么因为彩礼崩啊？他们俩的家庭都属于是正常条件，不穷，但也算不上多富裕。今年咱们这边问的彩礼不是18万8或者是19万8吗？啊，对呀。然后女方自己就说她要20万，不包含3金或者是5金。博主说，女方父母觉得男方在市区没有房子，想让男方家出个首付钱，在市区来买套房子，哪怕以后让他们小两口自己还贷款。男方听了这话，觉得女方是在为难自己的父母，就质问女方说，你为何不看重咱俩多年的感情，你们只看重钱，然后就谈崩了。在评论区有网友留言说，我和老公是通过相亲认识的，2018年结婚，彩礼18万8，有5金一钻，买了一套房，付了首付，我把彩礼全部带回了小家，爸妈还陪加20万。现在儿子5岁上幼儿园了，我们各自上着班，日子平淡且美好。昨晚和老公说我想吃松耳包，然后呢，他刚下班就给我带回来了，现在正在厨房给我做晚饭吃。有没有因为彩礼分了手的出来说一下？很无力吧，那种无力感，一家子人往那一坐，说那些彩礼，说自己承受不了的彩礼的时候，很难受吧，坐不住了吧，因为钱把心爱的女孩子给弄丢了，这才好好挣钱。大龄剩女她们是自愿单身的，你们为什么老觉得大龄剩女是被迫剩下的？人家找不着喜欢，找不着自己想要的人，可以选择不结婚啊，选择不结婚。为什么非要选择你？你们就很诧异，整个你白给我都不要，谁要你了？啊，对对，有道理，有道理，有道理。人怎么能坏到这种地步呢？我前两天不是去相亲机构体验了一番套路吗？然后红娘跟我提到说，她的学员欠款几十万，最后找一个对象100给还清了。就是我在不相信和震惊之余，还真的去网上了解了一下，我发现真的有一些女性用恋爱化债的案例，甚至网上还有方法论的分享。一般是分为2种情况，第一种是外形条件比较优秀的，通常就是通过自身的优势去 PUA 男性，然后在订婚的前后拿到彩礼，再找理由去分手。博主说，第二种就是长相一般，也没有什么手段的，不要用彩礼的方法，而是争取到男性收入的支配权，方便他以后还债。这种情况通常金额都不大，即使最后男方发现了，也懒得去追究。一段好的感情应该是彼此尊重，互相支持，而不是自私的把对方当成解决自己问题的工具，这样才能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。
一些有债务的家庭将女儿的婚姻视为一种赚钱的手段，通过索取巨额的彩礼来偿还债务。这种现象也被称作是以婚抵债。我们这里呢有一个真实的案例。2025年6月，福建莆田一名男子为迎娶女方支付了高达90.8万元的彩礼，以及26万元的黄金。然而呢，婚后仅仅2个月，新娘便突然间失联。事后，女方拒绝全额返回彩礼，引发了舆论哗然。有网友深挖女方背景，发现其家庭疑似陷入了债务的困境，由此推测其高额索要彩礼或是为偿还债务而设的婚姻的交易。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，请您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美玲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